刚发布的 iQOO Neo 3。Hello， 大家好，我是王勇，欢迎收看本期小白测评。这次的这个 iQOO Neo 3，我体验了大概有1个多星期的时间，感觉好像挺香，好像还不错。这期视频开始之前呢，我一定要先强调一下它的价格。我知道你看到这期视频的时候，它的价格已经出来了。这次它的价格好像是没到3000块钱，好像是2700、2800这个价位段。大家一定要带着这个价格去看这期视频，因为今年开始大家对标参数的这个感觉是越来越强烈。那么这台机器实际上手到底怎么样？而且 iQOO的高刷终于是上了，这个好像是大家非常关心的。过关的体验小白测评 iQOO Neo 3马上开始。2020换新机，旧手机回收也可以货比三家，交给小白品回收，顺丰免邮上门取件，安全放心，当天打款，价格公道，绝无恶意折价。赶紧搜索上车，小白品 APP 各大应用商店均可下载。机器我们是提前已经拆出来了，然后包装盒方面呢，还是一个黑色和黄色这种斜切角式的一个设计，这个是 iQOO 的一个小特色。然后充电器方面呢，非常大的一个充电器。是44瓦的一个充电器，还有一个数据线，老的4件套，并没有什么特别的。这次的 Neo 3在 ID 设计方面呢，其实我感觉比之前 iQOO 的手机要更加简洁了一些。之前我们在体验 iQOO 手机的时候呢，说它在这个前面屏幕还有就是中框的这个过渡上呢，一直是有一些小小的欠缺，就是过渡不那么圆滑。但是这台机器做了非常大的这个改善，虽然说还是有这个塑料框架的这么一个设计，但是前面的这块5.7寸的 LCD 屏幕跟中框还有就是后背的这个设计明显要圆滑了一些，而且两侧包括这个顶边和底边呢都有收边的设计，在握持的手感上呢还是比较优良的。然后重量方面呢是197克，也没到200克的一个重量。颜色方面呢，我手里这台呢叫镜蓝色，它是一个前面是银色，下面是这个深蓝色的这么一个渐变过渡，中框呢是这个聚碳三酯，然后正面呢它是一个144赫兹的前置挖孔 LCD 屏幕。这个之前的 iQOO 手机一直被这个 diss 的一个点就是高刷这边它感觉好像都慢了一拍，但是这次直接 iQOO 给你干到顶了，就是144赫兹。这个正面呢几乎是做到了3边等宽，就是顶边和两侧这个宽度是差不多的，但是这个下巴呢是稍微宽一些。正面的屏占比呢是90.4%，在屏幕上呢我们就不跟60赫兹的这个比了啊，直接跟这个90赫兹的，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跟144的这个区别。现在呢也有很多游戏支持到120还有144了。游戏的体验方面呢，应该是高刷屏这个最好的展示肌肉的这个地方。这个日常使用上呢，就是感觉非常流畅，非常快。这个高刷屏咱们之前聊过已经很多了啊，能上到144，也确实能够感觉到之前是吧憋着力呢，这个90咱们就直接跳过了，直接干到144。在硬件配置上呢，骁龙865的处理器 UFS 3.1，这个 UFS 3.1也是之前 iQOO 首发的，在这个机器上它也给你标配了。然后跑分方面呢，大家可以看一下。作为一个参考，还有就是 WiFi 6这台机器也有，在硬件的配置上呢，大部分4、5千块钱的旗舰上面有的这些东西 ，iQOO 的 Neo 3上基本上全部都有。要不怎么说，感觉它还是挺香的呢。在续航方面呢，是4500毫安时的电池，44瓦的快充呢，半个小时呢就可以充到74%。然后实际的这个充电效果呢，我们也测了一下，大家可以看一看。在这段时间我的实际体用中呢，在续航方面呢，虽然说它是144赫的屏幕，在日常使用中也没有什么问题，大家并不需要对续航方面有什么担心。参数方面呢，前面是1600万，然后后边是4800，加上一个800万的广角镜头，然后再加一个200万的超微距。这一套呢，也不能说它是凑数吧，就是每个呢都能用得到。大家可以看一下样张。还
还是老规矩，在我们的小白测评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 AEO3，也就是 Neo3这几个关键字，本期视频的所有实拍样张和实测数据你都可以随时随地免费查看。后期呢，我们也将会在第一时间把 iQOO Neo3的所有实测数据更新到我们的小白测评微信数据库小程序里边，你可以随时随地查看。都关注我们小白测评公众号即可。OK， 还有一些细节方面呢，这台机器呢，它给你上了一个立体声的扬声器，就是听筒这个顶部呢也是可以作为扬声器的，这个是双扬声器的这么一个设计。然后是 LPDDR4X， 这是它的全系。然后还有就是马达方面呢，它是一个转子马达，这个应该也是在成本方面的考量。确实，这个机器呢，你能明确感知到呢是有一些地方呢做了一些取舍的，但是我还是要强调一下它的价格啊，这个是没有办法忽略这台机器的价格。还有一些小的细节。就比如说软件方面啊 ，iQOO 嘛，这个虽然说它不管自己叫游戏手机，但是呢，在游戏方面啊，还是做了非常多的软件方面的这个努力和尝试的就比如说它的什么这个鹰眼模式啊，还有就是专门的一个游戏空间啊，虽然说是没有尖键了，但是在游戏方面呢，在软件层面它也做了很多的努力。这个在之前 iQOO 的手机之中啊，我们给大家做过非常详细的这个体验。帧率方面呢，也不需要什么担心，就是骁龙865嘛，已经是顶级旗舰的这个配置了。指纹识别方面呢，它采用的是一个侧边指纹识别的这么一个设计，然后它是一个业界最窄的，就是2.4毫米宽的一个侧边指纹模组，这个是目前所有手机里面最窄的一个侧边指纹识别。然后在我们的实际使用中呢，这个效果也非常不错，识别的速度也非常快它毕竟是一个实体指纹识别嘛，这个技术是非常成熟的。侧边指纹识别之前我们说过很多次，就是一个非常好用，但是说出来可能不太好听的这么一个技术无论是识别率还是准确度方面呢，都不需要太担心。屏幕方面，刚才还漏了一个小点，就是它在这一块144赫兹的LCD 屏幕上呢，也支持 P3 广色域。OK， 简单总结一下，开头呢咱们也说了，这个今年呢，由于各家这个配置方面呢，其实都拉得比较齐，所以说大家对这个对标参数这件事呢，还是比较热衷的。从硬件参数层面来看呢，这台机器确实是做了一些取舍，但是呢，你要知道。865的旗舰应该是第一次被这个机器给拉到了3000元以下的这个档位段。之前865的旗舰呢，小伙伴们也很了解啊，这个基本上都在4000元这个档位段。这个让很多想在今年体验这个顶级处理器的小伙伴就预算上的压力有点大。之前有很多小伙伴在各平台咨询我们